小子，你今被抓到死，就是到了修罗场，难道还想有命得脱吗？啊！雷大人有言在先，只要你告诉我们那批货的位置，便可饶你一命。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是不是？给我打！这小子嘴还挺硬啊！你家的那批货到底在哪儿？赶紧告诉我们！何人至此？佛徒杨传开，特来拜访。杨大人，有失远迎。求大师为犬子度化。大人此话何意啊？大人莫慌，不妨寺内一句，请。啊。不知大人深夜到此，
婢司没有招待，只有这漏茶一盏。大师不必客气，深夜至此，实在是在下大手。大人，粗茶尽管饮用，但在婢司佛眼之内，大人这酒水还是收起来吧。罪过，阿弥陀佛。弟子今日一时悲痛，才合得这副彩相，犹如佛灵，请大师见谅。刚才大人所说，要老僧为令郎度化，老僧为明其深意，不知大人可否明示啊？实不相瞒，犬子此时命丧幽冥，他的首级正被挂在桥头上示众。哦，大人，令郎犯何罪孽，以致招致如此杀身祸事啊？我不知道。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嗜赌成性，早被我赶出了家门。可今早于桥前，当朝奉行御史鸣鼓示众，说是要将一名重犯休手。我身为本县总捕，便带人去看。当朝重犯，我来也。作奸犯科，已于昨日自首伏法，按律当斩。千万别犯事儿。现今枭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这个来源参与那个朝廷的重犯，他这个感觉是万不得已斩首示众。我操！他大人，那罪犯我来也，竟然是令郎。大师谬矣。犬子自幼体弱多病，不学无术，虽然也爱舞刀弄棒，但我听闻那我来也乃朝廷重犯，曾血刃神机营诸多命官，犬子哪有这等神通啊？莫不是奉行大人们抓错了人？恕我不知，但我老眼尚存，不会看错。那桥头上的确挂的是犬子的首级呀！这个下场，怪我一时悲痛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亦不敢跟奉行打听，免得多生事端。我越想越苦恼，叹悲而后至此，大师见谅。但是为犬子度化，请起，请起。既如此，大人所托，老僧定当竭尽全力。可老僧听来甚为奇怪，
令郎既不是重犯，为何遭此一劫呀？难道大人就没有想过？我若知道，定不会有如此之徒。忆起往昔，倒是有一件事令弟子不解。哦，老僧愿闻其详。那是7日之前的事。那日我在衙内正在办理公事，突然有领班者行事来报。报，大人。何事如此惊慌？大人，这雷家家丁来报，有人于雷家操办的酒肆中滋扰事端，还望大人相助。此事当真？禀大人，千真万确，那人极其雄壮，来我家酒肆胡闹，连伤数人，请大人替我家伸冤呐！你家雷震大人也有此等冤屈？像你们雷家一行，欺行霸市，自立山头，满县妇孺人尽皆知，还有谁敢欺负你们？如今呐，可是天道开眼，也轮到你们遭殃了吗？啊？大人，此乃公事，还望大人看一眼为妙。到了一家酒肆一看，果然如探报所说一般，有个独眼怪人在那儿，看上去是个行脚僧的模样。这位壮士，在下乃灵鹿县总捕，不知壮士因何事伤人？杨大人，听说雷大人的酒肆有人滋事，特来相看。大人果然英勇啊，竟能将其制服。我看，大人就将此人留下，交由雷某来处理吧。慢着，我看就不必了。在下要缉拿此人回去。杨大人。此人毁我家场，打伤我属下，我定要将其捉拿问罪。杨大人，莫不是故意与雷某为难呢？雷大人说笑了，这满县还有谁敢与雷大人为难？再说你雷家既非官府，亦非山寨，不可滥用私刑。我今将此人带回去，自有判断。那敢问大人，此人按律该当何罪啊？滋事伤人者，羁押半月，每日半百杀威棒伺候。雷大人，你非官府中人，又何必多问呢？啊？羁押半月，是否太轻了些呀？杨大人，莫不是想要徇私呀？法理有度，在下自当以本县之典律来判断。雷大人，你就无需费心了。说到徇私，还有谁能比得过你雷大人呢？啊？带走。
于是，我便将那人带回去，打算连日审问。不想，那怪人口风甚严，一语不发。堂下恶徒，适才问你姓名，因何不答？现如今身处官堂，还不报上名来？你若拒不作答，那明日可就半拜杀威棒伺候。无论我怎么审问，此人如同哑巴一般，半个字不曾吐露。我看他并非本地人士，暂不想立刻为难于他，遂先将其押入大牢。快走！进。一连几天，这个独眼的怪客都一言不发，好像真的是个哑巴一样。他每日带着杀威棒，还要与人好勇斗狠，而先前那一宗恶事，竟该由他接审。
而这怪人后来每晚必与人对赌。我有心去看，发现此人嗜赌不浅。双猴牌，今天我要跟阁下一次赌个输赢。红猴，大哥，这张。问你，看你是对是错。看来今天我跟阁下打了个平手啊！按最初之律法，未及几日，这怪人半月的牢狱之限便也到了。阁下，好清闲呐！阁下从今日起便是自由之身，可早离本县。多谢大人关照，这半月来，承蒙大人照顾了。阁下终于肯开口了，真是荣幸。不过阁下真是了得人物，能一人独抗雷家诸多恶徒，在下佩服。阁下自可离去，但若是再有作奸犯科，我便无从相助。我看大人常有不悦之色，难道有什么心事吗？阁下明察，我原是押言官，
人为延庆，后来此玲珑县为刑事总部，一介小吏，奈何这县多如河沙不法之徒啊！差官不足以养家，我现今膝下有一幼子，同阁下一样嗜赌成性，可惜没有阁下这般了得的运气。我自己倒是有些买卖可做，也算是惨淡经营吧。我这儿有些零散财资，你拿去用。阁下非等闲之人，还望你再无忧虑。我送走了那怪人，便没再多去留意其他有无，因为就在那日稍晚，我意外得知了一件让我杨家毗邻绝境之事。我曾倾尽家中所有本钱，去买了一批货，意图周转窘境。不想那人得知，或在山路途中被人所劫，然后便不知所踪。也就是说，我那晚欠下了一笔巨资。儿子不成器，为官亦不能让恶徒伏法，本钱被劫，无处可寻，如大海捞针。如此境遇，令我实难承受。我坐卧不定，觉得这玲珑宝县不过100里之地，却仿佛没了我容身的地方。3日后的一晚，我夫人提早入寝，而我则辗转难眠。思来想去，我想到，不如辞官回乡，我带着家人一走了之，以后便不再回这玲珑县。半个时辰后，我睡意渐浓，正要入寝，忽然听到院子里好像有动静。于是，我提着灯笼出去看，想不到外面竟有2个人在那里酣斗。我未曾想到，其中一人竟是那独眼怪人。大人，冒昧打扰。是你？你怎么还没离开此地啊？这些钱财，有人取之于民，而如今用之于大人。大人拿去用吧。你这是？我问那怪人，此行意欲何为？他也不答。然后，他便离去。告辞了。
常大人说及此事，与令郎有何匹连？那怪人留下的钱财，来路不明，我不敢接受。可我家的钱财又刚被劫走，我一时不忍，为了应急，便动了这笔钱财。事后，我想找到那怪人，凑钱还给他。这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甚至是我夫人。后来，我也就再也没有见到那个怪人了。更令我隐忧的是，先前逃走那个黑衣人，一举一动，正如犬子一般。此事说来也真巧，我不知道那个独眼怪人如何得知我有燃眉之急，可今日我却又得知犬子被当作重犯销售，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求大师为犬子度化。请起，请起。杨大人不必难过，且。老僧以为，杨大人所见怪事，不足为怪。大师，何出此言呢？不瞒大人，老僧昨夜就在此陋室，也见到一个怪人，来求老僧为一人度化。此人独眼灰袍，同大人所见之人如出一辙。老僧现在想来，想必是同一人吧。这么说，昨日那个怪人见过大师了？不错。昨日也是这般时分。老僧如往常一样，送走了些许香火客人。正待回房入睡之时，那怪人便突然来了。恳请大师留步。敢问这位英雄，深夜悄然而至，可曾见过我佛真面目？佩服，大师坐怀不乱，法缘深厚，令在下深信此行没有找错人。在下今日喝了些酒，有入佛堂，还望佛爷见谅。哪里？老僧见英雄深夜而至，甚为惊讶。请坐。多谢。
请问英雄因何而来？英雄不敢当。在下今番前来，是求大师为在下的一个朋友诵经度化。哦，你的友人遭了什么罪孽？我这朋友，他还没死。英雄说笑了。度化可助人通过6道轮回而再生。既然您朋友人未有恙，老僧如何能为其诵经超度啊？大师有所不知，我这朋友虽然没死，但过了今晚，他便免不了在那断头台上挨一刀了。英雄可否说得更加明确啊？此事若要提起，那便是半个月前，我本是居无定所的山间财王，半月前来到贵地云南保县，在雷家的酒肆里寻乐。雷家的酒馆里非常热闹，好多人聚在一起赌钱。豹子，冲杀！来，继续压，继续压！好！来！闪开！我来。你来？你有钱吗你？就是没钱还过来赌。去，看他那样就是没钱的货。我要斗单双。好啊。你是要斗单啊，还是要斗双啊？我都要单。好。兄台，你可确定了？在咱们这头中里，可是单多双少啊！单开无妨，何必废话？好，那就开。在下这里刚好是2个双数，而阁下那里却是1单1双，看来阁下今天的运气极其不好啊！这钱我也就收下了。兄台，你久居名利场，算路绵长，在下可真是佩服啊！骰子之内，阁下怕是做了手脚吧？走吧，快跑！快走！哎呀！那天我喝了酒，我的酒力尚有，便轻易将人家众人打败。退去之时，县里的情师赶来，将我捉了回去。我被带回了县衙，当即审问。而我酒醒之后，不愿多说什么，也无意与那总捕杨大人为难。杨大人虽将我羁押半月，那是牢里有一众恶徒，人
都说大佬不修好职场，进去就要遭罪。可在我看来，这些恶徒不过都是些土鸡娃犬罢了，根本不足挂齿。当时那美人万百的杀威棒，让我疼得非常厉害。半月后，杨大人便秉公将我放了。我见这位大人为人倒是清廉，眉宇间多有忧愁，而极少面露傲色，不禁对他有些钦佩。杨大人还送了我少许钱资，嘱咐我早日离去，日后不可再生事端。但我并未如他所言即刻离去，而是在当夜潜入他家，我想再与他少叙几句，做个道别。但万不曾想，我这去而复回，却偶然听见杨家一件不幸之大事。遇上这种事儿，都是我们所不能预料的。我借了许多本钱，置办了这些物品，如今被劫，怕是一时还不上了。那要不再找找看？还找什么找？我看这都是大海捞针。你在此地做总捕也有些年头了，外面难免得罪些人。这个无妨。我在想，我们那孩子。你别跟我提他，若是他在，他赌博输的那些也够本了。这逆子不足挂齿。可，那毕竟是我们的孩子，我想还是找他回来为妙。命数如此，那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杨大人那晚说得清楚，自家的货物被劫了，因此欠下了巨款。杨大人此人，在下刚才也曾提到，所作所为令在下佩服。在下也是因此想潜回去跟他做个别。当时既然得知大人有难，那这个忙，在下一定要帮了。不知英雄如何帮杨大人？杨大人欠多少钱，在下便帮他还多少钱。杨大人家资被劫，数目不小，不知英雄从何找这些钱呢？没钱那就得借钱。说到借钱，当然得问雷震雷大人要了。你们先喝着，我去撒个尿。来喝，来。马上。看看你是何人？当初在雷家赌馆与各位打过照面，还为此被关了半个月。
各位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2日后的晚上，我便伺机闯进了雷大人的家里。雷家的金库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不说我杀了你！不要！我不是雷家的人，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居然有贼人胆敢深夜来此造次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往后退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后来雷家的金子就被我找到了，我当时看到那满满一箱，估计足以替杨大人还清债务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在下周宇文，有何贵干？在下乃雷家剑道教师，适才有幸目睹阁下身手，佩服。你是雷震的人，那你刚才为何不出手拦我？在下有妻儿要养，不得已委身于此，以多打少，在下不愿出手。那你为何现在又要拦我？我刀下不斩无名之鬼，纵然不以多打少，但既然委身于雷府之下，拿人俸禄就替人消灾。你我不妨切磋一番。你
阁下为何收到？胜负已分，不必再打了。我既败于你手，你何不好人做到底？你还有妻儿要养，何故求死？请阁下成全。我拿了那金子，怕夜长梦多，便赶紧来到了杨大人的家里。谁知刚进杨家后院，我便被一个怪人给偷袭了。当时与那人打斗，似乎惊动到了杨大人。杨大人闻声赶了出来。那怪人一见到杨大人，好像有些害怕，便不再恋战，自己翻过围墙逃了出去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想深究，也许只是个道义有道的贼人吧。待杨大人出来时，我便将那些从雷家抢来的钱给了他，希望能够解他燃眉之急。这些钱财，有人取之于民，而如今用之于大人。大人拿去用吧。你这是？告辞了。杨大人对我的所作所为着实有些惊讶，我也来不及再做解释，也到了该离开此地的时候，于是我便转身离去，打算从此消失。刚才说的这些，您行侠仗义，老僧还是佩服的。可若换作老僧，这抢人钱财又夺人性命之事，老僧是断断做不来的。大师乃是得道高人，像在下这样的草莽，自然不入大师法眼。所以在下才来恳请大师为我的朋友诵经度化。不错，老僧听了这么多，还是不明白，英雄劫财拯救杨大人，与为友人度化有何关联？这个嘛，奉请御史来此借宿，还请住持大师开门。英雄暂避。那怪人正要接着说，不想奉行御史大人来寺内投诉。大师，有请。我便去开门。我回头一看，佛堂里那个怪人身影已经不见了。这么说，他走了？正是。他只说了这点，没说完便走了。大人今夜一来，老僧方知，他昨夜所说并非妄言。我大概明白了，那独眼怪人是为了帮我，才去雷府抢了钱财，还杀了那么多的人。可是，在下有一事尚不明白：犬子为什么又会被朝廷当成重犯斩首示众？
这与那怪人有何关联？老僧也暂未参透。杨大人，你既有求于我，老僧定当竭尽全力，为令郎度化。至于事情真相，总有水落石出的那日。你要多保重身体，切勿劳心过度。天色已晚，杨大人若不嫌弃，不妨留在敝寺一宿。大师，不必了。在下今日失态，请见谅。容我回去再想想。既如此，老僧也不强留了。那就告辞，大师。阿弥陀佛。请。孤魂野鬼不入轮回，在下杨达，临龙县刑事总部杨传开之子。多谢大师为我超度。令尊刚走，已告知老僧，你今早已被枭首示众。原来如此，我父亲，他还好吗？令尊为此肝肠寸断。你既然来了，不妨对老僧讲讲你的冤屈，待老僧了解完毕，定会渡你一程。此事说来话长，在下并没有什么冤屈。既然大师相问，那我定当相告。数月前，我曾被父亲发狠逐出家门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一切皆因我向来是逆子！从今以后，你给我滚出家门！
但我仍不思悔改，去恶霸雷电家的赌场欠下了赌债。压他！压呀，快！又输了！大，这把我压大！哎，看着下巴都准没错啊！来，这把我还压大！我还是走啊！哎，豹子！哎，这才是会议气。我就这么多钱了，来，接着压啊！大，哎，哈哈，豹子！豹子呀，就是豹子！哎，于是，我被雷家抓了去，强行关押，每天遭受毒打。我父亲为本地行事聪明，秉公执法，曾与雷家有矛盾，雷家便伺机要给我父亲一些难堪。嘿，敬酒不吃罚酒，是不是？给我打！他们得知我父亲借了许多钱去买了一批货，便逼我说出货物所在。你们家的那批货到底在哪儿？赶紧告诉我们！找！后来，我受不了皮肉之苦，便招了供。他们就带人去，假扮成强盗，劫走了父亲那批货。我招供后，他们也没有放了我，而是将我继续关着。我自幼多病，那一刻我又知道自己身患绝症，恐怕时日无多。这下，真是要死在这里了。但直到有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怪事。有个独眼怪人突然闯了进来。雷家的金库在哪里？我不是雷家的人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那人一身行脚僧打扮，问我打听雷府的金库，我不知道，他便走了。居然有贼人胆敢深夜来此造次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我探头一看，发现那人与雷家大打出手。那怪人非常厉害，好像还要抢走雷家的东西。追！见此情景，我决定趁机逃走。我挣脱了绳索，然后随手抓起了一件死人的衣服和刀，趁机逃出了雷府。逃出雷府后，我一路躲躲藏藏，生怕被人跟上。待我走到桥边，却发现那怪人被雷府的剑道师傅周宇文挡住了去路。未曾想，玲珑县第一高手周宇文根本不是那怪人的对手。那怪人杀了周宇文，便又离去。我突然发现，他一路朝着我家的方向走去，怕是他想对我的家人不利，于是，一路跟踪。结果，那怪人果然是去我家。他翻进了我家后院，我
我觉得不妙，便跟他交手了。其实说起来，我根本不是他对手。后来，可能是我2人惊动了我父亲，我父亲竟然出来了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我这个不孝子，已经没脸再见他老人家了。一时紧张，我就想逃。逃出去之后，我才想到，自己光顾着逃了，万一那怪人对我父亲不利怎么办？于是我赶紧折了回去。只见那怪人跟我父亲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后来我发现他把从雷家抢来的钱，居然给了父亲。当时我便明白，他其实是来帮助我父亲的。这样一来，我父亲的钱等于被雷家抢去，又被抢了回来。这便是那怪人所说，这些钱财本就取之于民了。大师见过那怪人？不只见过，那怪人曾来求老僧度化一人，但他并未讲明度化何人，便走了。那后来呢？你是如何成为奉行御史刀下之鬼的？这便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。他从我家走后，我还是一路跟踪着他。朋友，鬼鬼祟祟的躲在后面，不如出来相见啊！多有打扰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看你这样子，刚才与我交手的人，就是你吧？多谢英雄手下留情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乃行事总捕杨传开之子杨达，特来感谢英雄为我父亲解了燃眉之急。哼，原来你就是杨家的不孝子孙呐！你父亲差点被你害得家破人亡。是我不孝，实不相瞒，在下方才看清英雄的真面目，久仰大名。您独眼单刀，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您就是曾在京城杀了神机营的人的独眼狼我来也罢。既然知道我的名字，你不怕我杀了你吗？英雄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在下绝不会告密。我家受了您的大恩，我决心拜您门下，永远追随。我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放火，我可以干尽一切坏事。请
您收下我吧！我杨大元誓死相随，刀山火海我替您去，请您收下我吧！请您收下我吧！滚！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人追随，你还是回去孝敬你老子吧。当时，无论我怎么祈求，他根本不领情。这人走了之后，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我也知道自己得了绝症，命不久矣。我突然想到了一条妙计。于是，你自毁一只眼睛，冒充那我来也，为其定罪。不错，那奉行御史也没多问，便草草把我当成京师重犯我来也，枭首示众。如此一来，也算是完成了我的心愿。我这条命留着也是死的，不如去报答他救了我和我父亲的恩德，我也好泉下有知。你这么一说，老僧明白了。老僧也明白，那怪人求我，是为何人超度了。在下全盘托出，也可安心上路了。你能做出此事，老僧佩服。老僧愿渡你一程，也应你父亲和那我来也之约。多谢大师超度。我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放火，我可以干尽一切坏事，请您收下我吧，请您收下我吧。